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知道我儿子很优秀，没错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富态的中年妇女睨了我一眼，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得我眼角直跳。你和言初的事情我知道，听说你爸妈前几年就不在了，你家还是在村里养牛的。我想了想那一长串地名，说村里好像也没错，于是我沉默着点了点头。女人将下巴抬得更高了。我家的情况你知道吧？我和言初他爸可都是事业编，以后光退休工资就好几千一个月，双职工，这家庭说出去，一般人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。就我们言初这相貌这人品，多少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哭喊着要嫁给他，他都不要。哎，谁叫我儿子不争气呢？死活要找你，我拗不过他，但是要想进我陈家的门，有几个条件你必须答应。就在这时，在厨房忙碌的陈言初捧着碗石榴出来了，石榴包得干干净净，像红宝石一样堆在洁白的陶瓷碗里，看着就诱人。妈，你陪小夏聊会天，我再去给小夏包个柚子。看着笑得一脸幸福，转头又跑去厨房忙碌的陈言初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。阿姨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我的要求就3点。第一，你们必须做婚前财产公证。我家可是给言初在市中心买了房子的，158平的大套间呢，光首付就要100多万呢，这可是我们2口子一辈子的积蓄，我绝不能便宜了外人。一套房子而已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。第二，你们婚后必须 AA 制。我皱了皱眉，结婚后还 AA， 那结的什么婚？阿姨，这不太合理吧？陈言初妈妈立刻就不高兴了，圆眼一瞪，脖子一扬，难听的话噼里啪啦从薄薄的嘴唇中争先恐后的跳了出来。我们言初赚多少一个月？你赚多少一个月？听说你还有个哥哥，你哥还生了3个孩子，你到时候把言初辛辛苦苦赚的钱搬回娘家怎么办？我都算过了，言初工资有2万多一个月，房贷公积金就能付不少，也就是他净收入足足还能付余7万一个月呢。言初说你是养牛的，虽然不知道你养牛赚多少钱，但是你休想用我儿子的钱，这些钱我得给他攒着，给以后的孙子娶媳妇用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起我哥的别墅和游艇，还有那些名下记不清的房产。算了，A 就 A 吧，大不了以后多给言初塞点零花钱，行吧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见我答应了，陈言初妈妈眼睛一眯，更进了一步。你们得签个协议，以后各自赚钱各自花，不能算夫妻共同财产。万一以后没在一起了，言初赚的他自己得都拿走。阿姨，这不符合婚姻法。陈言初妈妈闻言顿时急了，她一拍大腿，将身子靠向我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。你养牛一个月赚几块钱？我们言初费那老大劲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，可不是为了给你们家扶贫的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，家里的钱都有专业的经理人负责。既然陈言初妈妈一定要分得这么清，那就听她的吧。哎，送上门的钱人家都不要。还有第3点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结婚后我得和我儿子一起住。想起自己家空荡荡的10几间卧室，这次我倒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聊什么这么开心呢？陈言初端着个包干净的柚子出来了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亲昵地摸了摸我的头。和你妈聊结婚条件呢？陈言初妈妈吓了一跳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直接说出来。你妈说要财产公证，结婚以后还要 AA， 自己赚自己花，不能混一起。
我话音刚落，陈延初脸色就变了，看着板着脸的儿子，陈延初妈妈也不高兴了。我已经退了一步了，这几个条件是我的底线，而且你女朋友刚才都已经答应了，你还甩脸给谁看？陈延初意味深长地瞥了他妈妈一眼，妈，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。陈延初是知道我家情况的，我现在才发现他居然什么也没和家里说。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，我主动拿出带来的礼物。阿姨，这是人参和虫草，送给你和叔叔补身子的。陈延初妈妈打开精美的包装盒以后，马上捂着嘴惊叫了一声：“天哪，这假人参做的和真的似的！”我无语地看着她夸张的表情。阿姨，这是野山参啊！哈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你是哪个旅游景点买的吧？这个头这品相也太假了！要是真的野山参，几百万都买不到。这确实是我哥之前花500多万买的，我特意挑了最好的拿来送陈延初父母。没想到他妈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夏夏，你把东西收回去吧，我爸妈还年轻，暂时不需要这些。陈延初拍了拍我的手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妈一眼，他妈马上疯狂点头：“对呀对呀，等下不要吃出问题来。也不知道哪里买的便宜货，造假造得这么离谱。”我默默地将东西收好，放回袋子里。行吧，你年纪大，你说的都对。三人正沉默时，门铃响了。陈延初妈妈眼睛一亮，立刻从沙发上弹了起来。哎呀，我去开门，客人到了。哎呀，宁宁，人来就好了，怎么还带礼物呀？哎呀，这车厘子贵得很，得200块钱一盒吧？这留过洋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你说，出手大方，上档次。陈延初妈妈拉着年轻女孩的手，态度那叫一个热情大方，如沐春风，和对我的爱答不理高高在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小徐呀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杨丹宁，是我领导的女儿，她呀，可是和延初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我们以前还一直开玩笑说要给他们订娃娃亲呢，哈哈哈。眼前的女孩个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五官虽然普通，但是会打扮，身材好，看着还是颇有2分姿色。我不动声色地剜了陈延初一眼，女孩看到陈延初眼睛一亮，很快娇滴滴的嗓音就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延初哥哥，你回家了，怎么都不来找人家？”陈延初闻言拉着我的手大方一笑：“是应该去找你的，早就想着介绍念夏给大家认识了。这是杨丹宁，我初中同学，这是我媳妇徐念夏。”媳妇3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杨丹宁和陈延初妈妈，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你还没结婚呢。”我抿了抿嘴，意味深长地瞥了陈延初一眼。陈延初擦了擦汗，朝我投来一个哀求的眼神。呵呵，青梅竹马，还有一个一心向着青梅竹马的亲妈，我倒要看看他待会怎么解释。杨丹宁来了以后，陈延初妈妈立马把我撇到了一边，水果零食热茶，那叫一个殷切热情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陈延初第1次上门的女朋友。我坐在陈延初边上，不动声色地掐住他胳膊内侧的肉，720度旋转。杨丹宁捧着玻璃茶杯，浅浅地喝了一口，然后就盯上我放在沙发上的包。这包是假的吧？假包！陈延初妈妈拉高嗓子发出一声尖叫，她瞪着眼睛，捂着嘴，一副惊诧极了的模样。小徐，你还买假包啊？年轻女孩不要这么虚荣，买不起真的也不至于买个假的呀。那些什么名牌呀、奢侈品，没那个实力就不要买了。小徐，你说你赚几千一个月，背个几万的包在身上，人家也不会信啊。陈延初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爱慕虚荣，要简朴，要持家，要贤惠。
说的我直翻白眼。就算是为了陈延初，我也有点不想忍了。陈延初一看我的脸色，就知道大事不好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奋力打断了他妈漫天飞舞的唾沫星子。妈，吃饭了。想到陈延初往日对我的体贴温柔，我叹了口气，算了，还是给他一个面子吧。菜是陈延初爸爸烧的，手艺挺不错，很有江南农家菜的风味。我刚举起筷子要吃，陈延初妈妈又开始发话了：“小徐，你会做饭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她脸色立马变了。你不会做饭，那以后一日三餐怎么办？总不能顿顿吃外卖吧？我刚想说家里有阿姨，陈延初就板着脸打断了他妈：“妈，你不是也不会做饭吗？再说了，我喜欢做饭，一个家有一个人会做就行了。”杨丹宁立刻一脸钦佩地看着陈延初，真羡慕念夏姐姐能找到延初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不像我，至今都是单身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单纯啊，不像其他女孩狐妹子会勾人。你这孩子啊，就是太实在。陈延初妈妈给杨丹宁夹了一块红烧肉，一脸遗憾地看着他，再好的胃口也被这两人败光了。我的忍耐差不多也到了极限。陈延初紧张地看着我的表情，赶在我张嘴之前，抢先开了口：“杨丹宁，你高中时不是还怀孕了？你那初恋呢？后来怎么没在一起？”空气死一般的寂静。杨丹宁环视一圈，然后捧着脸哭出了声：“延初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么误会我？呜呜呜，我不活了！我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，你到底是听谁胡说的？听你初恋说的？你去医院的手术费还是他问我借的？3000块钱到现在也没还我。我表姐是护士，当时你病房还是她给安排的，你不记得了？”杨丹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摸了摸头，嘴唇颤抖了一会，才发出蚊子般的响声：“我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说完站起身就走，还踢翻了椅子。但是他看都没看一眼，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，好像身后有恶狗在追。我看着目瞪口呆的陈延初父母，突然觉得失去的胃口又回来了，伸手夹起一块红烧鲍鱼放进碗里。陈爸爸手艺真不错，这鲍鱼烧得软糯 Q 弹，咬下去满嘴留香。啪！陈延初妈妈不高兴地将手中的筷子拍在桌上，怒气冲冲地瞪着陈延初：“延初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”陈延初也不高兴了：“这不都跟您学的吗？我就是说话太直了，您别介意。”我嚼着嘴里的鲍鱼，兴致勃勃地看着陈延初和他妈妈斗法。果然，所有的婆媳问题最终原因其实都是夫妻问题。只要有个愿意站你边的老公，你就不会和婆婆吵架，因为他会替你把该吵的都给吵完。陈延初妈妈气得直喘，但是却舍不得当众骂陈延初。她转过头，瞪向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我：“小徐，咱们刚才聊的事情还作数吧？吃完饭你就去和延初把那些婚前协议给公证了。这种事情还是白纸黑字写下来比较好。”我擦了擦嘴，点头：“可以，我答应的事情肯定作数。希望阿姨你到时候别反悔就行。”“反悔？哈哈哈！小徐，多吃点吧，以后你和延初 AA 了，可就吃不到这么好的菜了。”陈延初妈妈露出一个讥讽的笑，伸手给我夹了一块鲍鱼和牛腩。确实是吃不到这么家常的便宜菜了，但是不管便宜还是贵，都不能浪费。见我一副认真吃饭的样子，陈延初妈妈脸上不屑更加明显了。婚礼的事情呢，延初也和我商量过了，我们这边的规矩是要生了儿子才能办婚礼的。陈延初生气地站起身：“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这什么时候有这规矩？”陈延初妈妈撇了撇嘴角：“
现在的小姑娘都很开放的啦，谁知道以前私生活怎么样？不会下蛋的鸡，我们陈家可不要。我点点头，阿姨说的对，像刚才那个杨丹宁那样的可不行，太开放了。至于婚礼，我们女方家可以先办。哎呀，先说好，那种山沟沟里的婚礼我可不去参加。你们老家那边不会还是露天厕所吧？哦哟，太吓人了！你们要办就自己办吧，但是领完证，严初必须和我们住一起。我强忍着体内的洪荒之力，才没有当场翻白眼。吃完饭，陈延初妈妈便急不可耐地催我们去公证处，还像模像样地请了一个律师。签完协议，我和陈延初就回我老家了。我哥哥已经替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婚礼，没有男方父母到场，我并不觉得遗憾。没看着碍眼的人在，反而兴致更高。结完婚回到城里，我和陈延初就打算一起搬到新房住了。当时我和陈延初在一起以后，就在他买房的小区也买了一栋别墅。搬家那天，陈延初妈妈比我们还积极，先说好啊，这房子首付可是我付的，主卧必须得留给我。我和陈延初对视了一眼，等会搬的是我的别墅，但是我们都很默契的没提这件事。车子很快来到了小区，并停在了最大的一套别墅门口。乖乖，这别墅，我听人说装修就花了上千万。我走下车，站在别墅门口。这房子装修的确实不错，是我最喜欢的法式风格。见我沿着台阶一直走到别墅门口，陈延初妈妈立马板起了脸：“你小心一点，要是不小心磕坏了人家的门啊树啊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看到门口那棵罗汉松了没有？这树要100多万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这种东西不是你羡慕得来的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掏出钥匙插进别墅大门。阿姨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真的很吵？哎呀，你干啥？你别乱碰人家的大门。你剩下的话被堵在了嗓子眼。陈延初妈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推开别墅大门，一脸被雷劈了的样子。陈爸也是睁着眼张着嘴，站边上一副受惊过度的模样。这是我买的房子，你们俩的卧室在2楼最南边那一间。我边走边说，结果身后却迟迟没人跟上。人呢？这对夫妻还站在门口实话呢。我无奈地折回门口，怎么不进来？站着干啥呢？啪！陈延初妈妈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小徐，你是不是在这房子里当保姆啊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抛了抛手中的钥匙。保姆和厨师今天下午会到。这房子真是你的？陈延初妈妈捂着胸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不是说你家是卖牛的吗？卖啥牛？能买别墅？那牛的是金子做的吧？陈延初没告诉你们吗？我家有10万头牛。陈延初妈妈倒抽一口冷气，掐了掐站在一旁至今嘴巴没合拢的陈爸。一头牛是不是要上万块来着？10万头，10亿！哎呀，老天爷！陈延初妈妈回过神来，一屁股挤开站在我旁边的陈延初，拉着我的手，笑得那叫一个如沐春风。哎呀，小徐呀，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你不一般，这长相，这气质，绝不是普通人家可以养出来的。我们延初真是有眼光啊，找了你这么一个媳妇。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，扯起嘴角，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。阿姨客气了。陈延初妈妈用力拍着我的手臂，还叫啥阿姨？得叫妈。我朝后退了一步，拉开和她的距离。阿姨，婚礼仪式什么都没办过呢，怎么能随便叫妈呢？说完，不等他们的反应，我就拉着陈延初上楼了，只留下陈延初父母刘姥姥犹大观园一样在楼下晃荡。
稍微整理了一下卧室，其实也没啥好整理的，所有东西都已经备好了，房间也早就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我就是不想看到陈延初妈妈，拉她上来避一避而已。老婆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陈延初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我现在总算是了解我妈了，给点阳光她就灿烂。你一定要严格按照咱们的婚前约定来，不然她知道你这么有钱，七大姑八大姨天天叫家里来炫耀，有我们受的。我老公可真是个大孝子。两人在卧室腻歪了一会，下楼发现陈延初果然了解他妈，因为他妈已经在疯狂打电话，呼朋唤友叫人来家里玩了。大姐呀，哎是，延初买了别墅，你们记得全家都来玩啊，来家里吃饭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有保姆呢，对，还有厨师，厨师会做饭。我戏谑地看着正挨个打电话的陈延初妈妈，可真有意思，她好像忘记了这房子和他们家没一毛钱关系吧。看到我下楼，陈延初妈妈喜滋滋地凑上前来，哎呀，小夏呀，搬新房可是大事情啊，我们那边规矩是要请客办酒席的，到时候叫大家都来，暖暖房子，沾点人气。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没这规矩。你，陈延初妈妈刚要说话，阿姨他们来了。刘阿姨和陈阿姨负责家里的卫生工作，而张姨则负责厨房的事情，都是我用了很多年的阿姨。看到进来的3个帮佣，陈延初妈妈马上抬起了下巴，好好干，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，但是也不要偷奸耍滑，手脚都给我放干净一点，不要看着我们人好就想偷懒。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，别想着糊弄我。刘姨，你们去忙吧。刘阿姨3人面面相觑地站在那，因为我早就和他们交代过，以后只负责我和陈延初的生活，陈延初父母的房间让他们自己收拾。陈延初妈妈得意地挥了挥手，都退下吧，以后有点眼力见，心里的有活。为了庆祝第1天入住，我让张阿姨准备了很多食材，澳龙、帝王蟹、黑金鲍、东星斑、和牛，各种海鲜什么的满满当当摆了一桌。陈延初妈妈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边吃一边还忍不住点评：这鱼不行，烧老了；这螃蟹还可以，挺新鲜，明天再买1只；这牛肉太肥了，吃着腻，我不喜欢，下次别买了。吃完饭，刘一端上洗好的水果，我喝了口茶，清了清嗓子。阿姨，延初，咱们把账结一下吧。陈延初妈妈嘴里塞了2颗葡萄，正一脸懵逼地看着我。账？什么账？阿姨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咱们不是都签好婚前协议了？生活开支也您没忘吧？刚刚那顿晚饭一共花了1万多，零头就算了，就当1万整。吃饭是咱们4个人吃的，你们家3个人要付7500，是现在转账还是记账？看在延初的面子上，咱们可以按月结账。什么？你抢钱呐？陈延初妈妈唰的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双手叉腰怒视着我。天底下有你这种女人，买吃的给公婆居然还要收钱。儿媳妇孝敬公婆那是天经地义。妈，咱们仪式都没办过，改口费都没给过的。虽然法律上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但是习俗上还没有呢。咱们都签了协议的，我可不想被人说吃软饭。爸妈你们放心，我养得起你们。陈延初好言好语地劝着他妈，却把他妈说的脸色越来越白。真要 AA 吗？一顿饭要吃掉我们家1个月工资，天爷呀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阿姨，您这话说的，你们可以不吃啊，我又没拿刀逼着你们吃。喏，看见没？北侧那边还有一个小厨房，
你们可以用那个厨房。你们要是愿意出钱，就可以和我一起吃；要是不愿意出钱，咱们以后各吃各的。我吃点亏，燃气费、水电费就不问你们收了。什么？还要燃气水电费？这话说的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们生活在这里，当然要给钱了。可是您说的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不给钱也行。你们可以回自己房子住。我记得你们买的房子就在那边的高层，离这里不远，走路也就是10分钟的事情。不行，我要住别墅。陈延初妈妈贪婪地转头环视了一眼装修的富丽堂皇的别墅。我给他们留的卧室是间套房，有衣帽间、浴室、客厅、花园、阳台，光是卧室的面积就快赶上他家那套房子了。这居住环境，收他们3人1个月1万房租不过分吧？陈爸爸听到还能继续在这里住，也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。有别墅住，谁愿意去住小平层呢？行吧，还有这水果，阿姨你刚刚吃掉300块钱了。延初，把账记一下，月底一起结好了。300块钱，你的葡萄是金子做的吗？进口秦王，300一斤。张姨一共就买了2斤，您一个人吃掉了一半。陈延初妈妈捂着胸口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天爷呀，有钱也不是这么霍霍的，这哪里是吃水果，这分明是吃钱啊！不行，你不能这么浪费，这些钱以后都是我带孙子的，你不能这么胡乱花。呵呵，你会不会管得太多了？我挣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妈，你要是这里住不惯，就回自己家住吧。看到陈延初难看的脸色，他妈终于不甘愿地闭上了嘴。显然，没什么能让他离开这别墅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了楼下的喧哗声，男人的声音、女人的声音、孩子的哭声叫声，让我以为自己在菜市场。我换好衣服下楼，看到了一大帮的男女老少。一个穿着件蓝色衬衫的小男孩，正穿着鞋站在我沙发上疯狂地跳。原本洁白如雪的进口波斯地毯上，全是黑色的脚印，还落着不少泥巴。米色的沙发上也有不少乌黑的小孩手掌印。刘姨和陈一正站在一边劝，但是屋里声音太大了，2人的话显然起不到作用。吵什么吵？再啰嗦，叫我儿子把你们都开除了。陈延初妈妈板着脸，不高兴地对刘姨呵斥道：“他们俩的行为让他觉得没面子了，还傻站着干啥？没看到客人来了吗？还不去端水果来？刘姨，去吧，就挑最贵的拿，反正记在陈延初账上。”我的到来让所有人都安静了，大家都像被点了穴道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双手抱胸，看着还在站在沙发上的小男孩，皱了皱眉。下来，旁边的中年大妈，估计是他外婆，闻言不悦地瞪了我一眼：“翠芬，这是你儿媳妇，也太没规矩了吧？这要是在我们村，当婆婆的一个大耳瓜子就上去了。呵呵，你孙子跳的那沙发，68万。跳坏了记得赔钱就行。”客厅里顿时响起一片抽泣声，大妈立刻一把将男孩拉到了地上。陈延初此刻也睡眼朦胧地走了下来，看到楼下的男女老少，他明显一呆：“大姨、外婆、外公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”我皮笑肉不笑地对陈延初妈妈扯了扯嘴角：“阿姨，我们的协议你记得吧？需不需要我当众宣布一下？”阿姨，陈延初外婆不高兴了，她瞪了陈延初一眼：“延初，你怎么找的媳妇？领证了咋还不改口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外婆，你瞪我干啥？是我妈自己不认这个儿媳妇的，没婚礼没仪式的，人家也不算过门。而且这房子是小夏的婚前财产，和我们家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都不知道我妈自作主张干什么。陈延初妈妈听完陈延初的话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她梗着脖子瞪向陈延初：“我咋了？搬新房了，不能叫你大姨外婆来玩吗？这么好的别墅，让家里人参观一下咋了？阿姨，你有点搞笑，要带人参观，你带人家去你家呀？参观我买的房子干什么？这房子跟你们陈家有1毛钱关系吗？你！陈延初叹了口气，走到他外婆边上：“外公外婆走吧，我妈带错路了。他们买的房子在后面的高层，这别墅是小夏自己买的，和我们家没关系。”陈延初妈妈愤愤不平地带着一家子亲戚走了。我嫌弃地看了眼脏乱的地毯，看来以后要和刘姨他们说好，家里不能放陌生人进来。陈延初拉着我的手，一脸的歉意：“对不起呀，小夏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会好好和我妈说的，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你先去吃个早饭，我把地毯送去店里清洗一下，费用从我工资里扣。”我哭笑不得地拍了下他的手臂：“你工资才多少钱呢？还动不动记你账上？我就是吓吓你爸妈的，哪里真的会要他们付钱？那怎么能行？”陈延初顿时急了，他皱了皱飞扬的剑眉，清俊的脸神情异常严肃：“你得算钱，还得问他们多要点啊！你要是不和他算钱，到时候你的那些燕窝补品全都得被他拿走送人。不止那些，还有家里的摆件，你的化妆品、衣服、包包都留不下。”陈延初拉着我，那叫一个苦口婆心：“你不知道我妈，我外公外婆是农村的，家里养了4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村里人都看不起他们。我妈拼死念了大专，分配了工作以后，她就特别爱回村里显摆。当初她看不上你，也是因为以为你家条件差。她这人脸面比天大，如果能让她有面子，啥事情她都做得出来。果然是他妈的好大儿。”我摸了摸陈延初的头，这也是我能一直忍受他父母的原因吧。不到一会，陈延初手机响了，我瞄了一眼屏幕，是他妈打来的电话。陈延初没开免提，但是看他的脸色，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果然，挂完电话，他一脸苦笑：“小夏，我妈说我外公外婆他们中午能不能来咱家吃饭，菜就按照昨天那样烧，菜钱我妈会付。”你妈还真是舍得呀，我都有点佩服陈延初妈妈了。他们夫妻俩虽然是有编制，但是到手工资其实并不多，扣掉那些社保、公积金啥的，估计2人一年能挣个10几万吧。居然舍得花1万块钱请他家里人吃饭，真是没看出来，还挺大方。既然他想当冤大头，那我也没理由阻止他。饭点时，陈延初妈妈果然带着一大帮人又回来了，不过这次众人明显规矩了很多，连那个小男孩也不再乱跑乱跳了。一行人惊叹连连地看着别墅内的摆件和装修，就差上手摸了。嗨嗨，我清了清嗓子，陈延初妈妈立马挤出一个笑脸：“儿媳妇，咱们开饭吧。”饭桌上，当陈延初妈妈一脸自豪地说出那些食材都值多少钱时，果然引来了众人的惊叹声：“我的娘哎，这吃的哪里是饭，这是在吃金子啊！翠芬啊，你们平常1天3顿就吃这个吗？这日子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呀！要我说，咱们姐妹4人里，就属你最出息，工作好，嫁得好。连找的儿媳妇都这么厉害。”陈延初妈妈笑得见牙不见眼，一叠声地劝众人多吃点，显然是对这些追捧非常受用。饭吃完，陈延初妈妈果然让他们打包了一些水果和食材带走，动作那叫一个潇洒大方，恨不得把家都送给他们。当然，他的收获也不少。
亲戚羡慕崇拜的眼神让他走路时背都不由自主地挺拔了几分。饭吃了，东西拿了，客人也走了，没想到陈延初妈妈却不认账了。他们可都是延初的长辈，你们做晚辈的请长辈吃顿饭，这是应该的。我收回了自己的想法，原本以为他还挺大方，没想到是想慨他人之康。行吧，这账就记陈延初账上，到时候让他一起给我就行。陈延初妈妈点了点头，显然她觉得我就算真记账了，也不会问陈延初拿钱。而且陈延初薪资是固定的，但是他们花的钱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薪资，我总不可能去问自己老公追债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可是我的钱不是谁都能花的。我和陈延初住的3楼，2楼是陈延初父母和几个阿姨的房间。为了防止陈延初妈妈乱进我卧室，我直接在3楼楼梯口装了一道门，需要人脸识别才能进去。张姨反映厨房的补品少了很多，燕窝、花椒等都有被动过的痕迹。我索性也在厨房装了个指纹锁。这下陈延初妈妈不乐意了，她直接找到我，要求我把上次见面送的人参找出来补给她。上次你送的那人参，我在家到处找不到，是不是你不小心拿走了？我都气笑了，对他妈的厚脸皮叹为观止。阿姨，你这么年轻就老年痴呆了，那人参是你不要的，火眼金睛，一眼就看出那是个假货。哎呀，我就和你开个玩笑，你瞧你，上门送礼哪有往回收的道理？人不要脸，果然天下无敌。我实在是没耐心和他纠缠，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我屋里都装了监控，你再乱动东西，下次我直接报警了。你，陈延初妈妈涨红了脸，伸出手指了我半天，到底是没骂出口，应该是实在舍不得这别墅吧，毕竟真撕破脸了，他也怕被我赶走。陈延初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，所以最近他都早出晚归，每天加班到10点才回家。而我也趁此机会将 AA 制执行了一个彻底。早晨我吃广式早茶，陈爸陈妈吃面条；中午我吃海鲜大餐，陈爸陈妈吃面条；晚上我吃牛排，他们还是吃面条。陈延初妈妈还一边吃一边叹气：“哎，家里的存款都给延初买房子了，我们夫妻这辈子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儿子，好的都给他了，自己却要吃糠喝稀。都说养儿防老，现在看看，子女还是靠不住啊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继续切着牛排。他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吧？凭他们夫妻俩的收入，生活虽比不上富裕人家，但是绝对比普通老百姓好过。见我不作声，陈延初妈妈火了，把碗筷摔得叮当响。阿姨，那套古瓷价值8000多，你用着不习惯，摔了也行，反正让你儿子赔。陈延初妈妈举起手中的碗，到底是没勇气摔下去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将碗重重地放到了桌子上。我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继续吃我的牛排。陈延初妈妈眼珠子咕噜噜地转，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。吃完饭我就回自己房间了。回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屏幕上赫然是放大的客厅。这套高清摄像头不但能摄像，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。此刻张姨收拾好厨房上楼休息了，陈姨和刘姨也忙完了所有的活，各自回了房间。客厅里只剩下了陈延初妈妈。只见她掏出手机，给杨丹宁打了个电话，让她来自己家玩，说陈延初喝醉了，没人照顾。陈爸被他的操作惊呆了。你干啥？把杨丹宁叫来这里是啥意思？这可是儿媳妇家。什么儿媳妇？人家喊你一声罢了吗？
陈延初妈妈板着脸，狠狠地瞪了陈爸一眼：“你懂个啥？你知道姓徐的为什么嘚瑟？还不是你儿子天天护着他。等我把丹宁叫来，儿子如果和丹宁好上了，我不信他还会这样护着这个狐狸精。”陈爸吃惊地看着他：“你疯了？你这不是拆人家吗？哪有当妈的给儿子找情人的？像话吗你？而且这是被儿媳妇知道了，咱一家三口都得被人撵出去。说你傻，你还真不聪明。咱邻居的事儿你给忘了。”陈延初妈妈翻了个白眼：“老张他媳妇之前那个趾高气扬，后来老张外头有人，他媳妇为了挽回老张，又是减肥又是做饭，还跑去割了双眼皮。你不记得了？这女人啊，就不能惯着。你看姓徐的这么得意，那都是咱儿子捧出来的。到时候如果他发现儿子和丹宁走得近，他着急了不得讨好咱们。”陈爸显然是被说服了，皱着眉头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。沉默了半晌以后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女人就是心眼子多，反正不关我事，我就当没看见。行了，你自己忙活吧，我上楼了。”我捧着杯热牛奶，看得津津有味，难为他们了。大晚上的，还给我排了出这么精彩的戏。不到30分钟，陈丹宁就出现了，一副精心打扮过的模样，穿了条一字肩的黑色连衣裙，也不显冷。果然，极品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。这陈丹宁也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，大晚上穿成这样跑别人家里去，当我是死人。丹宁啊，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对延初这么多年的心意我都知道，那个徐念夏，我是不认的。我心里的儿媳妇只有你一个。陈丹宁一脸苦笑：“阿姨，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，延初哥哥都结婚了。结婚怎么了？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他们又没小孩。实话告诉你，延初早就后悔了。这不，他今天公司庆功宴，那个徐念夏管都不管。我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，延初等会喝醉回家，还得托你照顾他了。”杨丹宁涨红了脸，扭捏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阿姨，在这里会不会不太方便？”陈延初妈妈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：“确实不方便。等他回来，咱们把他扶到我那套房里去，近得很，走路也就10分钟。”两人刚说完话，陈延初就踉跄着回来了，一副喝多了的模样。“杨丹宁，我没看错吧？你怎么在这？”看到杨丹宁，陈延初显然吃了一惊，揉了揉眼，才不确定地问了一遍。今天陈延初公司办庆功宴，他穿了一件剪裁合身的西装，因为醉酒，衬衫领口早就被扯乱了，露出白皙的锁骨。再加上迷离的眼神、泛红的眼尾，此刻的陈延初看起来就像是画本子里专门下凡魅惑女人的妖精。杨丹宁显然被魅惑了，他呆呆地仰头看着陈延初，脸一寸一寸的红了。陈延初妈妈看到这，喜上眉梢，她走上前扶起陈延初的手臂：“延初，你看你喝这么多酒，你媳妇爱干净，一身酒味回房间多不好。要么你去咱们那套房睡一晚吧，我去给你拿条毯子。丹宁，你帮我照顾着点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，把杨丹宁往陈延初怀里一推，3两步就跑开了。“延初哥哥，你还好吗？”杨丹宁上前抱住陈延初的腰，仰起头，迷恋又贪婪地看着他的脸。我握紧了手中的杯子，只觉得心里蹭蹭往外冒火星子。好你个陈延初，居然没有迅速推开。1周后的今天就是你的头七。酒精减慢了陈延初的反应，他愣了半晌，才如临大敌的一把推开杨丹宁。过度的惊吓让他酒都醒了几分。“卧槽，你干嘛？你怎么在这？谁叫你来的？我媳妇呢？”呵呵，说了5句话，
最后一句才想到我。杨丹宁委屈巴巴地看着陈延初：“是阿姨让我来照顾你的，你媳妇根本就不关心你，现在应该自己睡得正香吧？我妈让你来的，我看她是疯了吧？”陈延初越过杨丹宁，怒气冲冲地就往楼上走去，留下杨丹宁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客厅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我喝光手中的牛奶，也站起身。今晚的戏看来是收不了场了。陈延初疯了一样冲到他爸妈屋前敲门，他妈刚把门打开，陈延初就冲了进去：“你们走！你们现在就给我走！延初，你咋了？大半夜的你抽什么风？”陈延初没理他妈，开始在衣柜里乱翻。我急匆匆赶到，拉住他：“好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。”看到我，陈延初委屈极了，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：“老婆，我要被气死了！不行，这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在陈延初的发疯下，他爸妈穿着睡衣拖鞋，抱着被子被赶回了小高层。杨丹宁当然也一起被赶了出去。三人在冷风簌簌的门口拍了半天门，陈延初烦不过，拉开门喊了一嗓子：“你要是不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，你就回套房住去，以后都别来这里了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白眼狼？你觉得是就是吧？但是这房子你们是绝对不能住了。”砰！陈延初用力将门甩上，然后拉着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回到房间以后，我把刚刚录的视频打开给他看。当听到他妈亲口说要让他和杨丹宁好上时，陈延初肺都要气炸了。他红着眼不顾我的阻拦，连夜开始给他爸妈收拾房间，然后又开着车将东西全都搬到了套房门口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延初父母果然上门来哭喊了，也不知道陈延初和他们说了什么，最后两人又灰溜溜地走了。后来两人还试图搬回来，但是都被陈延初无情地拒绝了。他下了最后通牒：如果还想认他这个儿子，就分开住；如果再想搬过来，我们就把房子卖了，换个城市生活，让他们以后找都找不到。在陈延初的强势下，他父母很快就老实了，也不再整什么幺蛾子了，生怕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到老了反而不理他们。老婆，你永远不用担心婆媳问题，这些都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以后不会了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里面还有20几万存款，都交给你，就当是替我爸妈给的补偿了。陈延初从背后抱着我的腰，将头靠在我肩膀上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虽然他挣钱不多，但是人好，三观正，最重要是长得帅。这个老公，我很满意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领导老婆生孩子，同事穆小霞给他送了个1000多的婴儿车，却让同事掏钱跟他给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他大义凛然地说：“我是以部门的名义送的，不信你们问领导。”我们心照不宣的都没给他钱，见没人理会他，他在办公室里哭了，说我们欺负他，还要给领导告状。我敢肯定，他不会真的去告状，因为按他的调性，肯定说那东西是他送的。之前点下午茶，大家轮流来，他做东就特意调休到周末上班，趁大部分同事都在休假的时候点几杯意思一下。而轮到别人做东，他就会点最贵的，还会点1杯给经理送过去。所以我们部门的人私下里都很讨厌他，但是他却不自知，每天自我感觉良好。可惜他送礼不久，部门经理离职了，他在办公室里异常生气，真不要脸，答应我的事也没做就走了。我们都暗自笑笑没说话。职场上不就那些事，承诺加薪升职，奖金多给点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说的就是他，心思不用在正道上，
天天不是八卦，谁看谁眼神不对，就是谁和谁有一腿，脑子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我本来以为上班的时候尽量不跟他来往，就相安无事，没想到麻烦也会找上我。那天早上下着倾盆大雨，我开了一半堵在路上，接到了穆小霞的电话：青青，今天雨太大了，我赶不上公交，也打不到车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我被前后堵住了。我就实话实说，我被堵在半路了。再说我们也不顺路，如果接你，我们两个都得迟到。他说话求人，向来理直气壮，就感觉全世界都该为他服务。青青，不就一脚油门的事吗？你就来接我一下，要不然我会迟到的。等会儿我全勤又没了。末了，他还加重了语气，仿佛自己是我的领导。快点的，我就在这等你。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烦，下雨堵车，再加上跟客户约的9点开会，哪有时间绕路去接他？他的全勤没了与我什么关系，还玩道德绑架起来了。我们就是普通同事，说实话，要是我肯定不好意思麻烦别人。来不了就别来了。话没说完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后半句我没说出来，我又不是你爸，还处处要宠着你。结果他真的很有志气，那天上午都没来上班。穆小霞下午一到办公室就开始阴阳怪气。有些人啊，有车就觉得了不起，觉得自己很牛，瞧不上我们这些没车的人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是买不起车，不要狗眼看人低。我才开始在和客户打电话，也没理他。结果他越说越过分，甚至还直接站到了我身后，不想接就别答应，答应了不来是几个意思啊？同事都顺着他的目光望向我，我这暴脾气实在不能忍，跟客户说了句抱歉后挂断电话，直接开队。第一，没人说你买不起车；第二，我跟你不顺路，我为什么要去接你？我是你妈还是你奶奶？要惯着你？旁边的同事竖起了大拇指，给我微信发消息。早上他也打电话给我了，我要送我老婆没答应，搞得像大家都是欠他的一样，不绕路去接他倒是罪过了。他被我对得愣住，见大家都在看他，开始装柔弱，可怜兮兮地说：早上你没说不去接我呀，害我在门口等了很久，就在迟到了，全勤也没了。瞧瞧，这颠倒黑白的能力比谁都强。请问你是听不懂我说来不了就别来了是拒绝你的意思吗？刚好总监老戴从这边路过。小霞，你上午怎么没来？那个客户的资料你还没给我。抓紧时间，他刚还气急败坏，马上换了副娇滴滴的模样。戴总，不是我不来，是下大雨，青青姐又放我鸽子，我才迟到的。不过不怪她，她也没义务要接我。我活了这么久，真是在旧时中见识了什么叫白莲花，川剧变脸都没她快。部门经理离职后，总监负责我们部门，他很忙，看了我一眼就去开会了。他一脸的得意之色，此局他很满意。我和他的关系本就一般，就在更差了。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让他填个报销单也是爱答不理的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。1个小时的事情，没必要指着他干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一个部门助理而已。每周周报发给他，就没他啥事了，也影响不到我的工作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更奇葩的来了。那天他捂着嘴从总监的办公室出来，在座位上趴着哭了一下午。对面的同事对我努努嘴，嘴型是又公主病了，不知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关系不好。没一会儿，总监叫我去办公室，穆小霞说她想负责项目，不想做助理了，助理工资低，没有提成，不过她可以从助理工程师做起。告诉我干啥？不是吧？难道要让我带？我看着他，
没有搭话，就放在你那边带着吧。打杂的活都让他做，你也轻松一点。不是，他毕业后就做过助理，平时贴发票，走报销，根本就没干过项目。再说，就他那逻辑，一件事教3遍都不会。客户的网站作业指导书给他，他都不会上传，这项目他怎么负责呀？我冷静了一下，说：戴总，你知道我和他关系不好安排他工作。他个老狐狸轻描淡写地说：工作归工作，私下关系归私下，你是他领导，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这也是你们部门经理离职前承诺的事，就再得给人家对救个屁，又不是我承诺的事。总监见我十分为难的样子，脸色不是太好看。他说穆小霞找了他3次，说工资太低，不够花，想涨工资，又说干助理容易得罪同事，导致大家排挤他。他才25岁，还年轻，可以试一试做项目。我想说，他想试一试随他，能不能别放在我这？我伺候不了公主病的人呐。再说了，他借网贷买的那包，一个都顶他好几个月工资了，再涨工资也不够花呀。老狐狸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没等我拒绝，直接下了定论：苏青青，让男同事带他不方便。你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女项目经理，就你带了。你放心，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找我，我帮你解决，这可以吧？我回到座位，对面同事就笑嘻嘻地问：你答应了？我才明白过来是其他人都拒绝了，才强塞给我的。这个老戴真是狐狸转世，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穆小霞接到老戴通知后，笑逐颜开地找到我，让我给他安排活干。没想到还是个能屈能伸的角色，我也不再说什么，都是打工人，如果他不作妖的话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小项目，让他练练手。第2天，我把项目计划和该做的方案全部都讲解一遍，带着他去开了第1个启动会议。这个项目就交给你负责了，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。他眨眨眼，娇滴滴地说：青青姐，如果我不会的，是不是还可以问你？我一愣，刚才不是说过了可以呀？可以，不会问我。下午我带他和客户开会，认识客户，中途我出来接电话，电话还没打完，他就从会议室跑出来，脸上挂着眼泪。这客户太不讲理了，竟然骂我。他没管我还在通话，扯着嗓子在旁边说。我一愣，因为他是新人，我特意选了个客户很好说话给他认识，怎么可能骂人呢？他气冲冲地说，客户脾气很冲，说我们的计划时间不符合，怕是满足不了要求，要改。就这一句话，就是骂。我赶紧跟电话那头说了抱歉，挂断电话。客户没骂你啊，他只是让我们改计划而已，这玻璃心也太容易碎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带着他重新回到会议室跟客户沟通，让他旁听。结束后，我一点一点地指导他，按客户的要求把时间提前3天，再把最新版的计划发给客户。他用软萌的声音说：谢谢领导。我讪笑了一下。项目启动后要给公司内部开会，讨论执行。会议开了一半，他又在会议上哭了。你们太不配合了，我就在代表的是客户，你们都得配合我。呜呜呜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生产经理直接怼回去：开个讨论会，净听你在这安排工作了。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？工程经理更牛了，你说说我们哪里不配合了？你方案都不做，把客户所有的问题都丢给我，要不你把工资也给我得了。这下子捅了马蜂窝，他以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的部门，会议不欢而散。出了会议室，他直接找总监去哭诉了。我们公司这些人都太不配合了，
比客户还难搞。我被老戴叫过去时，听到他正在抱怨同事，无语，没有公主命，怎么这么多公主病？看在老戴的面子上，我带着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敲定项目计划节点，还顺带给别人道个歉。虽说我是项目经理，只是单个项目的经理，又不是管人的，第一次遇到这么个公主病的。回来后，我问他：“你今天和我一起拜访各个部门，沟通项目计划，有什么收获吗？”他依然气鼓鼓的。这些部门经理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我们才是代表客户，顾客就是上帝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他的收获。我叹了口气，决定劝劝他，在公司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谁一定要供着谁。说白了，大家都是打工拿工资的，做好自己的活就好了。真的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。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，委屈巴巴地点点头，然后就下班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询问他项目的进度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他都说一切很顺利，各个部门都按时间完成了。直到我在休假时接到客户电话，才知道他干得一塌糊涂，客户要的东西他都没做，别的部门相关资料也没收到。一向好脾气的客户少见的发了火。那个穆小霞是怎么回事啊？每天给我发微信准时问候，说项目进展一切顺利，到了时间什么也交不出来，一问三不知，以后不要他对接我了。为了平复客户的怒气，我只好匆忙结束休假，带着他去给客户道歉，连夜把客户想要的东西全部做好发给客户。我以为事情总算是结束了，结果第二天我刚回到公司就被老戴叫去办公室，穆小霞也站在他旁边，低眉顺眼，委屈巴巴地站着，斜眼看了我一眼。我皱眉，这又怎么了？难不成客户投诉到总监这里去了？戴总，怎么了？客户对昨天提交的资料不满。我问苏青青，这个项目你不是说给小霞做吗？怎么他说你把他做完的资料拿给客户？老戴瞥了眼一脸委屈的穆小霞，接着说道：“你手头项目那么多，真没必要跟一个新人抢这种小项目。新人也是需要锻炼的吗？”我火气上头，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。他捅娄子了，让我连夜给他解决，就在竟然跑来告状，说我抢他功劳了。我把客户发给我的微信语音放开外音给这几个人听。你们家那个穆小霞什么都不懂，每天净搁着给我发微信了，这个干完了那个完成了，要交接的时候啥也没有，神经病啊！你们公司还想不想干了？招的什么玩意儿？老戴听完坐着没说话，我让他拿出那些文件是他做的证据，他还在嘴硬。我在你电脑上做的，我怎么会有？我在休年假，你怎么用我电脑做？能力不行就算了，人品还不行。我直接对老戴说：“戴总，不好意思，这人我带不了，还给你，你重新安排他吧。”他又开始装可怜：“青青姐，我没说你不好，以后还是你带我吧，我跟你学，你让我干啥我都干，别。全公司都被你得罪的差不多了，让我去给你擦屁股吗？”我一向说话比较直，老戴早就习惯了。他拖着下巴想了一会儿，算了，穆小霞，你以后还是做助理吧。你的能力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提升。上次你还跑过来说给你项目太小了，是看不起你，结果这小项目你也没做好。所以他之前还告我状了，嫌弃项目小。他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，就知道嚼舌根，八卦，要干活了就躲，求人时笑脸相迎，没权利还爱使唤人，做错事要担责跑得比谁都快。亏我还细心地教他，真是教了个白眼狼。我没再理会他，
跟老戴打了声招呼，转身去工作。就在助理的职位，有一个实习生在做，刚毕业的小女孩做得很好，很勤快。其实穆小霞撇开人品不行，还是有些优势的。她长得好看，身材纤瘦，该有肉的地方有肉，所以哪怕嘴碎，很多男同事也就忍了。老戴更是一向对她比较宽容。穆小霞重新被调岗成了助理后，竟然开始摆起了官架子，实习生做好的表格，统计好的数据，她总是在最后时刻拦下来，送到老戴办公室，还安排实习生去买咖啡，去拿整箱的打印纸，让人家搬上来。另外有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说，他有时候会在办公室里说我故意针对他，不教他项目怎么做，才没涨工资的。我懒得和他计较，他就长了一张碎嘴。我还得忙工作，但一个部门不可能有2个助理。算提成的时候，我发就老戴还是把他挂在我下面。我找老戴问怎么安排，那个老狐狸说给他些打杂的活，先闲着吧，看看实习生毕业后愿不愿意留下来，再做决定。因为他这个月根本没有干工程师的活，于是我没给他算提成，他不满意了，气势汹汹地找我质问。我心平气和地说，干多少活拿多少钱，你没干活，我又给你提成，那别人的提成就少了，对其他人也不公平。他非常生气，我就在的职位还是工程师，却给我发助理的工资，凭什么？我劝说他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先干活再要求工资，那不就是画大饼吗？我不吃这一套，劝不动就随他去吧。我让他自己去找总监或者老板去，别来烦我。他见讨不到好处，只能生气离开。一天下午，我预约了会议室开项目会，大家都到了，门却被反锁了。从磨砂玻璃的缝隙里看到穆小霞在里面用座机和人打电话，听到敲门声才挂掉。接着我们会议开到一半时，座机响了，坐在旁边的同事没想太多，顺手开了免提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生气的男人声音：喂，你们是利泉公司吗？麻烦转告穆小霞，别给我家人打骚扰电话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还纠缠我，问我要钱，下次我告他勒索。我们一脸懵，互相看看，对方已经挂掉电话了。活人的嘴是闭不上的，这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了。他气急败坏地找到我，苏青青，你故意泄露了我的隐私，这人还真没逻辑，关我屁事，会议室有摄像头，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我马上去找技术调监控，看看我说了什么。而你之前又在里面做什么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别人都找到公司了，你还想污蔑我？他有能屈能伸的本领，被我对完，立马像战败的公鸡，毛都顺了，破天荒地点了奶茶给我们，一个个叮嘱别把事情说出去了。他什么都没干，与我无关的事情，我不管，也不会说。我把他放在我座位上的东西还回去，别来沾边。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不到1个月，一个开豪车的贵妇找到公司来，她来到办公室，当场给了穆小霞一巴掌。穆小霞没反应过来，另外一边又挨了一巴掌。贱人，勾搭人上瘾了，还想拿我男人的钱，看我把你弄死！穆小霞捂着自己的脸，一言不发。她依然表就得很柔弱，看着对方口吐芬芳，听下来是穆小霞以前和富婆的男人之间关系不一般，会弄到一些钱花。那男人结婚后，穆小霞要不到钱了，就去威胁别人老婆，说如果不给钱，就曝光他们的关系，还声称对方是老板，会对他公司有影响。他自认为聪明，用的是公司座机打的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直接暴露了工作地址，
别人就直接找上门来了。人越聚越多，保安也来了。在保安的劝说下，那个富婆放狠话：贱人，再敢作妖，让你后悔终身！随手甩出了一叠穆晓霞的不雅照片，转身帅气地走了。我和同事们面面相觑，看着穆晓霞红着脸蹲在地上捡照片，也没人好意思上去帮忙，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。人事经理找他谈话，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后来又找我。你是他直属领导，这事情要给公司一个说法，这样的行为已经导致公司名誉受损了。我去找了老戴，告诉他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是开除吧，赔钱走人。可老戴找他谈话时，我刚好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，再次刷新了三观。我有个项目资金需要找老戴申请，不小心看到门没关严，鬼使神差看了一眼，他站在老戴旁边，一脸恳求地看着他：戴总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包括去你家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出去！老戴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他的话。我暗笑，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忽然门从里面打开，他怒气冲冲地出来，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再次无语，又咋的了？人事经理找他谈辞退赔偿，干了1年半，赔3个月的工资。他说考虑一下，人事答应给他一段时间缓冲，毕竟他受到了打击，不能火上浇油，要是出心理问题就不好了。没想到更绝的来了，穆晓霞请了1个星期的年假，回来时穿着艳丽的连衣裙，背着新买的奢侈品包包，摇曳生姿，手里拿了个医院的证明。我怀孕了，你们如果开除我的话，我就去劳动局告你们。总监傻眼，只好让他继续工作，不管人怎么样，犯法的事情不能干。以前老戴还会安排他一些打印表单、统计数据的活干，就在只要安排，他就摸着小腹说：我身体不好，医生不让走动，流产了得算工伤。老戴哑口无言，我就更不会安排事情给他做。他开始频繁休婚假、产检假、病假，总之几个月不见人影。都是女人还是知道一些怀孕辛苦，只要她不继续作妖，我也不管她，乐得轻松。但在她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东窗事发了。穆晓霞的新婚老公知道了她婚内出轨的事，跑到公司来，要和她闹离婚。你怎么那么无耻？我怎么知道那孩子是我的？她老公当着大家的面疾声厉色，他说得很直接：你就是无能，每个月那点工资够谁用？还要妨碍我去赚别的男人的钱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你那么着急结婚，是不是就因为怀孕了，要找我接盘啊？我听得犯恶心。这男人也是惨，这穆晓霞五官挺正，怎么3观差这么多呢？穆晓霞很快离婚了，她自己说的，老公不行，工资不够她花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，倒是看不出她有任何的伤心。该嘴碎还是嘴碎。生产部门领导过来投诉，你们部门的穆晓霞天天去我们办公室聊天，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。我只好找她谈，我不为难你，没事就在自己位置上休息吧，别影响别人就行。她挺瞧不上我的，苏青青，你都快30了，还没对象，大龄剩女，工作这么卖力有什么用？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喜欢靠自己挣钱。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喝水、吃东西、聊天，只要不被别人投诉我就谢谢他，一直熬到哺乳假结束。他主动找到人事，就在开除我吧，按照劳动法赔钱就好。老戴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走的时候他还恶心了我一下：苏青青，你就是老戴的狗腿子，我就不信他还能给你升一级。我找他说过了，你和客户关系非常好，经常一起出去吃饭，可能有做对公司不利的事情，
你说他会不会信？我真的想给他一巴掌，但是忍住了。我要是动他一巴掌，人家直接说工伤不走了都有可能。滚吧，不送！我冷冷地说道。他挑眉得意地看着我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真没意思。”然后抱着私人物品离开了。我去找老戴，戴总，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如果你怀疑我，你可以直接问我。我人比较直，工作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老戴说：“你觉得我会相信他吗？”他还问我喜不喜欢他，他可以为我离婚，真的是惊掉下巴。我们都被气笑了，真有这么自大的人啊！人品不行，素质差到极点。过了几个月，我接到一个催债电话，对方恶狠狠地说：“穆小霞欠了我们几十万，他担保人填的是你，如果你不替他还钱，我们就……那你报警吧。”我挂断电话，直接拉黑。上班的时候，我听好几个同事都接到类似的电话，大家都摇摇头。这女人真是离职了都还要做最后一次妖。不过这次之后，穆小霞彻底淡出了我的生活，对于她的一切，我也不想再有任何关注，时无尾声。老戴说：“你手上的项目挺多的，那个实习生转正后做你的助理工程师吧，你带带他，也帮你分担点工作。”好的，没问题。我知道那小女生能忍，干活利索，她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流，问我问题都是我不忙的时候，而且她对楼下打扫卫生的阿姨也能平等对待。阿姨，我们部门有一些废纸，我给你打包好了，麻烦来收一下。不卑不亢的样子很美，外表虽然没有穆小霞好看，人品绝对可以，就算拿了我桌上的抽纸，也会还回来。突然收到了人事的职位调动，我被任命为项目部经理，所有的项目部都向我汇报。自从上一任离职，大家都在传会空降一领导，怎么也没想到会是我。我有些意外，以前我总觉得老戴他对穆小霞很好，会纵容她的无理取闹，会听她的一些告状，虽说没有为难我，但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但是我想错了，老戴要的是大家都成长，他只是给了他一个成长的机会，而他没有抓住，仅此而已。我举着无名指上的戒指给老戴看，戴总，你也没和我谈谈，我要结婚了，你知道的，年纪到了可能会要孩子。他笑着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上次穆小霞说，他看到你放在包里的钻戒，猜到你快结婚了。他说你不是最佳人选，但是我不能因为你是女人就否定你的能力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。”他还说我什么了？我好奇。他笑而不答。老狐狸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让大家争斗，而他从中获取消息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感动，搭档5年，他人品其实不错，所以我答应了他最后的请求。这就是我工作的故事。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，没有太多波澜曲折。我也不会如小说里那样碰到什么恋爱脑霸道总裁。我只是个普通农村家庭出来的女孩，学习还不错，考了个挺好的大学。我的目标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挣钱，在这座城市扎根。我确实也做到了。工作日复一日，都是些琐碎的事情，偶尔遇到几个奇葩，把心态摆正，不要理会他们，他们就气不到你。当然，如果被欺负到头上了，还是得狠狠对回去，毕竟大多数奇葩都是欺软怕硬的，毕竟这就是旧时。番外，老戴，我叫戴思明，是公司的合伙人。苏青青进公司时才毕业，啥也不会，在项目部做助理，但是他聪明，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，研究每个项目经理发上来的周报月报，算是研究出了一些门道。他工作1年后申请转到项目部，打杂也行，
当时的部门经理去找我申请，我说项目不是谁都能干的，他能受气吗？能对口客户吗？不过还是答应他试试。怎么也没想到这姑娘真是拼命三娘，每天最早来最后走，一心学项目管理，不到3个月就能单独带项目了。真正认识她是在他们部门的月会上，做的报告完全不逊色，有问必答，在我心中的印象分爆满。我跟他经理说，还好当时没有拒绝，要不然得错过一个人才呀。苏青青不卑不亢，衣服都不贵，但是得体，性格直爽。我在项目会上问他，你这个客户要求时间提前1周完成，你有什么方案？他异常耿直，这做不到。之前为了压缩时间，已经和客户讨论过3轮，已经是极限了，再压缩怕是最后要砸了。我当时很不开心，在会议上这么反驳领导，简直是职场大忌。那你怎么说服客户接受呢？他说会想办法。那天晚上我离开时，苏青青还在打电话和客户过方案，不厌其烦的样子还是令我心生佩服。有一次部门聚餐，我问他，做项目挺累的，很多学工程的女生都坚持不了1年，就早早找了个人嫁了，你怎么坚持下来的？苏青青告诉我，我这么努力工作，就是想靠自己挣钱，这样活得有底气。我更欣赏她了。后来我知道部门经理和客户勾结起来把公司的项目转走时，很震惊。我让经理主动离职，别走漏一点风声，否则让他在这个圈子生存不下去。然后我自己去监管了项目部门。当穆晓霞要从助理转到项目部时，我很惊喜，又一个上进的人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但是表就却有些差强人意。第一次来告状说苏青青给他的项目太小，看不起他。但我明白新人只能从小事做起，就安抚了他。第2次来告状说苏青青抢了他的功劳，但我知道前一天晚上青青还在加班，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，找来对峙吧。结果是穆晓霞自己能力不行，人品还差。我有些明白了当时安排穆晓霞给苏青青时，她一脸反感的原因了。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做项目的料。青青直接说不要她了，我也有此意，但也不能因为这原因把人辞退了，只好继续做助理。有晚上我去酒吧陪客户，在门口等代驾时，不小心看到了穆晓霞，穿着清凉的吊带裙，摇曳地走在一个男人身旁。而那个男人我认识，才结婚不久的老同学呀。本想打个招呼，听到老同学很隐忍地说，我说你能不能别纠缠我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我还是喜欢你，你结婚了也没关系。他们的谈话真是让我见识了他的为人。我实话实说吧，如果你不给我钱，我就找你老婆，你猜他会不会相信你？那丑陋的嘴脸打败了老同学，转账然后走人。后来在公司听到了关于穆晓霞的风言风语，我都信了。人是说别人老婆都闹到公司来，还扔了一地各种照片，影响太大了，那就辞退吧。人品不行，能力还差。那天穆晓霞找我，将胳膊故意在我手上蹭了一下，紧身的裙子能看到明显的曲线。戴总，只要我留下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包括和你回家。有病吗？这是跟我来这套？我直接拒绝了。可是他开门时看到了在门外的苏青青，倒是有点尴尬。我让苏青青进来，苏青青很会做人，直接告诉我刚刚她啥也没听到。我盯着她看了半晌，问道：青青，你这5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，就在还是单身吧？苏青青明显愣住了，她点了点头，一脸莫名其妙。
我忽然脑子一抽，脱口而出：我也是单身，要不我追你。我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离开我办公室的。我虽然在工作上很有经验，但在感情上一片空白。我知道我可能说错话了，我感谢他没有当场扇我一巴掌。后来，我对苏青青展开猛烈的追求，出乎我的意料。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苏青青，对待感情也是这么的雷厉风行。她答应和我试试，但也说了自己的条件，只要有一个同事知道我们的事，就分手。我不想要别人觉得我是靠男人。我知道她的顾虑，尤其是有了穆晓霞的那档子事，只要三观正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后来穆晓霞已怀孕要挟，苏青青跟我说，犯法的事不能干，她想留就理留下吧。我会去劝她，还是要靠自己。晚上约会的时候，我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失败了。傻姑娘，她看到的只是表面。穆晓霞辞退的那天，她说：戴总，我知道男人都喜欢身材好的女人，我就在依然是少女身材。如果你喜欢我，我可以留在你身边。我这一次很直接，我喜欢的是独立女性，有想法有能力的。你不配。他讥笑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苏青青有一腿吗？她什么都不如我，也就你眼下看上她了。被请出去后，苏青青没一会儿来了。戴总监，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如果你怀疑我，你可以直接问我。我人比较直，和你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的不拐弯抹角。我笑了。他问我喜不喜欢他，他可以跟我。他也笑了。你怎么答的？你说呢？我们相视一笑，默契的如同夫妻。那天收到人事升职通知后，我叫来青青，我们去领证吧。你都观察我5年了，人品还信得过。他笑了，和平时的直爽一样，哈哈大笑，很自信。我年纪不小了，可能要孩子，这样会影响工作的。我把他揽入怀里，这是人生要经历的事，不能因为你是女人否定你的能力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女人在职场上确实辛苦，就算找对象生孩子，都怕影响到升职加薪。我很想告知全公司的人，他苏青青靠的是自己的能力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只要说出2人的关系，谁又信呢？肯定会有人说，要不是结婚了，谁会让一个快30岁还没生孩子的女人升职？所以我同意了他的隐婚要求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